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。从尾生抱柱看庄子道直的毅力之思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时常会面临承诺与生命的抉择。当爱情与生存狭路相逢，当信义与安危针锋相对，我们又该何去何从？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道直中尾生抱柱的故事，探寻其中蕴含的深刻思考。春秋时期，鲁国青年尾生为人正直，极重承诺。他在梁地结识一位姑娘，二人情投意合，私定终身。然而，姑娘的父母嫌弃尾生贫寒，坚决反对这门婚事。为了追求爱情，姑娘决定与尾生私奔返回鲁国老家。他们相约次日在桥边会合，远走高飞。第二天，尾生早早来到桥边等候，姑娘却迟迟未到。突然乌云密布，大雨倾盆，尾生到桥下避雨，没想到山洪爆发，河水裹挟着泥沙汹涌而来，很快没过膝盖。尽管洪水愈发猛烈，心爱的姑娘也始终没有出现，但尾生坚守约定，不肯离去，最终紧紧抱住桥柱，被洪水溺亡。这个尾生抱柱的故事，在庄子道直中仅有寥寥数语。尾生与女子栖于梁下，女子不来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。但因其信守约定，为爱赴死的情节深深打动人心，不断被后世文学家、历史学家引用。在《淮南子》《战国策》等史料以及众多诗词歌赋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如嵇康在《秦赋》中写道：“比干以之中。”尾生以之信李白在《长干行》中也有长存抱柱信，启上望夫台的描述。然而，庄子作为这个故事的最早出处，其用意并非仅仅讲述一个爱情故事，而是借这个故事展开了一场关于舍生取义是否可取的深刻哲理讨论。而讲述这个故事的，竟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道直。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？孔子与柳下季、柳下惠是好友。柳下季的弟弟道直率领着9000人的队伍横行天下，侵扰诸侯。他打家劫舍，抢夺牛马和妇女，不顾亲人，不计先祖。所到之处，大国严守城池，小国龟缩自保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孔子对柳下季说：“为人父者应能教导儿子，为人兄者应能教育弟弟。先生是当世才是，弟弟却危害天下，你无法教导他，我为你感到羞愧，我愿替你去劝说他。”柳下季却劝阻道：“若子不听父诏，弟不受兄教，即便先生辩才出众，又能怎样？”道直心境难测，脾气暴躁，能言善辩，顺着他便高兴，逆着他就发怒。先生还是别去了。但孔子不听劝阻，带着颜回驾车，子贡陪乘，前往拜见道直。此时，道直正在大山南麓休整士卒，切人肝当饭吃。孔子下车后，向传命官表明身份，称听闻将军高尚正义，希望能拜见。道直得知后，怒不可遏，痛斥孔子花言巧语，迷惑君主，让书生不务正业，骗取富贵，罪大恶极，让他赶紧滚回去，否则就挖他的肝当饭吃。孔子再次请求通报称，有幸得到柳下季的介绍，希望能拜见道直，这才让他进来。孔子快步进入帐中，连连拜叩。道直叉开双腿，手握宝剑，怒目圆睁，吼道：“孔丘，你若所言顺，我意则生，逆我心则死。”孔子试图劝说道直，称天下有3种美德：身材高大俊美，智慧能辨万物，勇猛善战。将军3者兼具，却背负道直之名，实在可惜。自己愿出使各国，为将军建造大城，拥戴将军为诸侯庭，占修兵，共祭祖先。这是圣人才士的行为，也是天下人的愿望。道直却大怒反驳：“能用利禄收买，用言语规劝的都是鱼陋平民。我身材容貌出众，这是父母遗传，无需你夸赞。你说要为我建造大城，不过是想用利禄收买我，把我当普通百姓对待。城再大，能大过天下吗？尧舜拥有天下子孙，却无立足之地。商汤、周武贵为天子后代，已灭绝了，这不就是贪大利的下场吗？”道直接着痛斥孔子，称他修习文武之道，用虚伪的言论和行为迷惑天下君主，以获取富贵，实际上是最大的强盗。他还举例说，孔子用甜言蜜语说服子路跟随自己，结果子路谋刺魏王失败，被剁成肉酱，这是孔子教育的失败。孔子多次被赶出鲁国，在各国四处碰壁，连自身都难以保全。他的那套理论又有何可贵之处？道直认为，皇帝尧、舜禹、汤武这些被世人推崇的人物，都因功利而迷失本真，他们的行为令人羞耻。那些所谓的贤士，如伯夷叔齐介子推尾生等，或饿死，或暴木而死，或被洪水淹死，他们都重民轻死，不懂得保养寿命。而王子比干、伍子胥这样的忠臣，也落得悲惨下场，遭
天下人耻笑。道直对孔子说：“你若跟我说鬼事，我或许不知；但要说人事，不过如此，我早已听闻。人之情在于目欲视色，耳欲听声，口欲察味，知其语盈。人寿命有限，应愉快生活，保养寿命。你所说的都是我摒弃的，赶紧回去，别再说了。你的道理虚伪不实，无法保全真性，没什么可讨论的。”孔子被说得无言以对，再次叩拜后匆匆离去。上车时缰绳3次脱手，他眼神茫然，面色如灰，呼吸不畅。回到鲁国东门外，正好遇见柳下季。孔子叹息道：“我真是自讨苦吃，差点被老虎吃掉。”原本想教训道直的孔子，反而被道直教训了一番。在道直口中，尾生抱柱并非爱情佳话，而是与伯夷、叔齐、介子推等人的事迹一同，作为讲求信义但不得善终的反面典型。道直借此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舍生取义并不靠谱。儒家倡导的那套道德观念，只会让人陷入虚伪的道德困境，不仅赔上性命，还误导后世。这不禁让我们反思，在现实生活中，当面对义与利、生与死的抉择时，我们该如何权衡？是像尾生一样，为了承诺不惜付出生命，还是应该以保全自身为首要考量？庄子道直通过尾生抱柱的故事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义利观的视角，启发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做出更加理性、符合人性的选择。在未来的生活旅途中，当我们再次面对两难抉择时，这个古老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与启示。在庄子道直营造的思想交锋里，道直对孔子的质问，以及借尾生抱柱等事例抛出的义利之思，如黄钟大吕，穿透千年历史，仍在当下引发我们深深的思索。在当今时代，我们同样面临着形形色色有关义利的抉择。职场中，有人为坚守诚信，拒绝参与数据造假，不惜得罪上司，面临失业风险；有人却为了业绩和奖金，放弃道德底线，选择同流合污。商场里，有的企业为了维护品牌信誉，召回有瑕疵的产品，承担巨额损失；有的企业却为了降低成本，使用劣质原料，伤害消费者权益。这些场景本质上都是现代版的义利之辩，与尾生抱柱的故事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。道直对孔子的批判，从某种角度提醒我们，不能盲目地将道德标准教条化。尾生抱柱，他的守信固然令人动容，但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，这种不知变通的坚守是否值得？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追求道德上的完美，而忽略了实际情况和生命的价值。比如在火灾中冲进火海去抢救一件无足轻重的物品，而不顾自身安危，这并非明智之举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抛弃道德和信义。孔子虽然在与道直的辩论中败下阵来，但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，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。正是因为有无数人坚守道德底线，社会才能保持基本的公平正义，人类文明才能不断进步。比如，在疫情期间，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，逆行而上，坚守抗疫一线，他们用行动诠释了舍生取义的高尚精神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庄子道直中的尾生抱柱故事，并非简单的给出义利问题的答案，而是促使我们在义与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这个平衡点既不是盲目的舍生取义，也不是毫无底线的追逐利益，而是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，坚守道德原则，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合理的选择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当我们面对义利的抉择时，不妨回想一下尾生抱柱的故事，借鉴道直与孔子的思想交锋。我们要以理性的思维、包容的心态，审视每一个具体情境，既不被虚假的道德观念束缚，也不被利益蒙蔽双眼，做出既符合人性又顺应道义的选择，让生命在义与利的平衡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，让传统文化帮助成为更好的自己。